姚晨贾静雯新剧刚开播就登顶热搜，作为国内第一部医美情感大剧，《以美之名》首播4集好看到根本停不下来。她是国内公立医院首屈一指的整形外科主任，无论身体的各个部位遭到何种损坏，在她的修复之下都可重获新生。面对被时速200码高尔夫球击中的粉碎性骨折右脸，乔洋一边不慌不忙地清理着碎骨，一边还有心情给实习生们上课。一场8个小时的手术，10几岁的年轻人都受不了，可他却沉醉其中，犹如美梦。这碎骨清理完，接下来要做什么呀？将碎骨块复位，拼接碎骨，用钛网固定。哟，考验美术功底的时候到了。整形不单是个技术活，还得讲究它艺术。在同事的眼中，乔洋就是个工作狂，一天5台手术有点累，10台手术刚刚好，20台那就觉都不用睡。可就是这么一个事无巨细、力求完美的天才医生，却因为一个身患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女孩跟整个医院公然为敌。3院所有资深的医生都觉得为了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只能切除 20% 的面部肿瘤，可乔洋却坚持要100%全部切除，只为让女孩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他兵行险招的方案遭到了领导的极力反对。我不做是个怪物，我做了还是个怪物啊！所以20%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的吧？绝不接受，绝不！面对女孩坚持全切的态度，乔洋心里也下定了鱼死网破的决心。而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个手术，让他再一次遇到了大学时代的好友，如今的仇人周静雯。周静雯，你就不配当医生。乔洋，我们走着瞧。周静雯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4级牌照私立医院的大股东兼整形外科主任，表面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深陷医院经营的内忧外患。你没事吧？就这样吧。花费巨大代价从公立医院挖来的院长，因为一场整形医疗事故，不光让医院名誉扫地，股价大跌，而在公司内部同为创始人的黎奇李总也虎视眈眈，想要将他挤出董事会。所以面对医院遭遇的危机，他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等待一击致命的时机。你们怎么回事呀？不跟众人说一声？我们都是从后门进来的，怎么做手术？你听你的，会怎么跟人打交道呀？最好还是听我的，整个科目都靠我们一人撑着。我现在啊，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身体。我没事，我挺好的。面对医院大股东的施加压力，跟即将来临的科室合并以及再度削减的开支预算，一向靠业绩说话的周静雯又该何去何从？现在咱们和睦的信誉眼看就要毁在你们整外手里了，你说说这个事该怎么解决？整外跟皮肤科合并，转型成轻美，不就一切解决了？大股东唐总跟李总都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周静雯居然同意了科室改革合并的方案，一时间反倒有些措手不及。可当周静雯将新一任院长的人选说出来时，两人才明白他这是准备釜底抽薪，直接掀桌子。你说这个3院的院长到我们科目来当院长，信任危机不就一下解决了？不是，等。唐总表示，竟然是3院的院长候选人，内凭什么到一个私立医院当院长？这根本就不现实。可李总却抓住机会让周静雯定下军令状，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将3院系主任给挖过来，那他就直接辞职退出管理层。要是挖不过来呢，这个皮肤跟整外合并，我的位置唐总随便定。为了赢下对赌协议，周静雯不得不来到3院挖人，可对象不光是3院院长候选人，更是反目成仇曾经闺蜜乔洋的前夫，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0多年没回来，变化挺大的。10多年不敢回来，一回来就是挖墙角。如果你对革命有兴趣，我也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肯定会来革命。我只知道，在你那做坏了的人，一定会回3院来找我的。手术成功后，你会重获新生，当然整个过程里头，你也会承受相当的代价。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女人为了美到底能疯狂到什么程度？即便枯瘦如柴，器官衰竭，满头秀发化为乌有，忍受整形手术各种切肤锥心之痛，那也一定要变得只有更美没有最美。别人只看你上镜够不够瘦，能不能塞进最小码的衣服。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整形医院顺势而生，追求美丽无可厚非，可物极必反，更应量力而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医美整形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能让人重获新生，化茧成蝶。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他的未来搏一把。面对世界上仅此一例的马面女孩，如此巨大的脸部肿瘤，局部短切是最为稳妥的处理方案。可乔洋为了帮患者重获新生，敢于直面挑战的决心也令人敬佩。这部由姚晨、贾静雯主演，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电视剧《以美之名》高然来袭。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我看每个专家都有。没纸了，不好意思。周静雯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乔洋还在为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而作为国内最大私立医院老板娘的她，为什么非要跑到公立医院来受这个气？只因跟合伙人承诺必须在1个月之内将公立医院的院长人选挖到私立医院稳定军心，不然面临的只有引咎辞职，将多年心血拱手相让。就因为乔洋是本院的，选不选他和他是不是本院的1毛钱关系都没有。
大学时期亲如闺蜜的两人因何事反目犹未可知，而如今形势所迫，周静雯有求于人，只能忍气吞声。而原本是来挖乔阳前夫季主任的她，在看完乔阳给马面女孩手术的全过程后，直接被对方精湛的技术给折服，当即改变了目标人选，将医院新一任院长的目光放到了乔阳身上。骨纤维异常增殖症本身就极为罕见，更何况还是长在脸上，连接面部脑部神经，稍有不慎人可能当场就没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东西你唾手可得，却是别人一辈子都求不来的幸运。马面女孩用生命做赌注，只为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谁懂哥哥将手术费后仅剩的2万元存款都悄悄递给医生当红包的那份可怜的安心感。你哥给我的，有2万，拿着吧，要不然他睡不好觉。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这是我小时候，小时候挺可爱，现在呢？胖了的。乔阳稳重且幽默的回答让女孩感到了无比的安心。自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便被推进了手术室，可在手术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为了全切肿瘤，切口太大，出血量成倍递增，而女孩的血压已经下降到临界点，出血太多了，根本看不到出血点。出血。而就在这危急关头，乔阳的心魔再度出现。当初因过度医美惨死的妹妹突然出现在了手术室门口，而这也是他跟周静雯决裂的开始。接单来了，找到出血点了。稳定情绪后，乔阳专心手术，他不能让妹妹的悲剧再度上演。最终经过努力，血压被逐步稳定了下来，出血点也止住了，手术得以继续顺利进行。你真是太有观察。是，这个手术太精彩，每个环节都布得很到位，品质完美。这是以后，这是元素我家。在见识过一敌一友乔阳神乎其技的精湛技术过后，不甘于人后的周静雯也心生争强好胜的念头。面对被丈夫家暴全身大大小小上百处伤口的整形修复，她笑着表示只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全部完成。放眼望去，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谁敢接这样的手术啊？拉手连弹呗，4个人一块儿上。问题是江荣能分成4班吗？你要3个小时完成手术，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太好了，这3个小时完成，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还可以做腹部收紧。我会尽快做方案。3个小时2台手术。姚晨贾静雯新剧刚开播就登上热榜第1，如果说还有什么是能让你回忆过去的，那一定是郭芙蓉的排山倒海跟赵敏的敢爱敢恨。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海陆空套餐788。来，开始。没问题，不要香菜。好。面对昔日闺蜜的故意为难以及细心记得自己的忌口喜好，短短几句话便将爱恨情仇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两人时隔多年再次相聚，只为了被家暴失去孩子的母亲发生正义。喝一个，海车。干杯。3小时。周静雯知道想要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2台手术，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而刚刚为马面女孩成功手术名声大噪的乔阳正是不二人选，一来可以为自己的医院造势，二来更能反击董事会的窒息打压，3则借机修复两人之前的闺蜜关系。而乔阳为了自己妹妹的死，却始终无法原谅当年周静雯所做的一切。我付3倍，真是挺佩服你这个人。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你恋上整容，这不想不开吗？当年乔阳的妹妹因过度整形而轻生，周静雯在其中牵连甚广。如今为了自己多年打拼的医院，不得不来求对方帮忙。可乔阳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说服自己。虽然之前力排众议成功完成了马面女孩的整形手术，可医院领导层对于乔阳这种有能力但却很刺头的医生相当头疼。本以为会一路高升，却被明升暗降，安排到了毛发移植科当起了主任。乔主任，您这一走啊，再见可就难喽。就您这种情况，再见不难。面对这个杀鸡用牛刀的资源浪费，乔阳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肯定不爽到了极点。差不多2800单位，得花不少钱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头发都拖不起。本想回到家里寻求父亲的安慰，可看到门口堆放着自己曾经的东西，他倾诉的欲望荡然无存。而母亲去世后再婚再育的父亲，在看到乔阳后也是没有好脸色。你怎么来了？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卖了。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还有，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你女儿还没死呢，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我打电话你接吗？洋洋留下吃饭吗？你也不早说，家里也没有好菜。面对继母阴阳怪气的逐客令，乔阳当然不能让对方如愿，故意留下来大口的吃着父亲做的红烧鱼。而医生退休的父亲一坐下来就开始点评乔阳的手术。前几天你那手术全切是对的，但是骨纤增殖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别犯回答。7、8年了，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后期还得谷歌给你们擦屁股。要擦屁股？女儿没见你关心多少，她的工作倒是能帮你找回优越感自信心。父亲的脾气乔阳心知肚明，
有一茬没一茬的接着话，从两人的对话中才得知了妹妹明天就要举行婚礼，而她这个姐姐居然现在才知道。我们也是觉得你太忙了，怕你不能来。他现在天天忙着往人脑袋瓜子上种芝麻。人植发也是外科，你就不能对别的技术部门尊重一点？那漂亮能当饭吃吗？你说你妈那时候地都下不了了，还非得天天戴假发，戴来戴去，给她戴好了吗？你们也没给她治好。父女俩就这么不欢而散。而在门口看到父亲给妹妹挑选她不喜欢的婚纱，乔阳心里有了鬼主意。这是王琦的婚纱吗？对啊，给我吧，我就王琦。姚晨、贾静雯新剧里的状态简直绝了，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女人将美丽自信散发到极致，以己之美为他人证明，引爆全网热搜。而剧中两人亦敌亦友的关系也是扑朔迷离，捉摸不透。你听得到吗？我需要你的帮忙。帮谁都会帮。你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你从以前就是这样，都活在自己世界里，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全世界人都是傻瓜，都是笨蛋。我告诉你，我要是能找别人，我也不会来找你。大学时期的两人曾经好到乔阳会专门帮周静雯在图书馆占位置，而如今的他们却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说几句话。真的很好奇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不起。周静雯为了帮被家暴意外失去孩子的女人重获新生，选择帮其修复身上上百处伤口，而这么高难度的手术想要在3个小时之内一个人完成根本不可能，所以技术精湛的乔阳变成了一起手术的不二人选。但两人的关系让乔阳根本就不想帮这个忙，偏偏这时公园保安又追了上来。你回来！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站住！所有人都在会议室等着周静雯拿完美方案出来，可此时的她还在公园的咖啡厅里等着乔阳出现。咖啡喝了一杯又一杯，可门口出现的人总是失望而归。乔阳看着网络上对这位被家暴妻子的负面评论，他是会选择出手相救还是袖手旁观？11点了，这3院的专家不会不来了吧？啊！最终还是只有周静雯一人率先走进了会议室，但她后面还有一个跟屁虫。就是3院大名鼎鼎的乔阳医生。乔阳的出现让陆子游十分意外，原来大名鼎鼎的乔阳医生就是每天晚上一起骑行的好友。乔阳在看过手术方案后，不理解为什么要把2台手术合并为1台做，这样不光大大增加了患者的风险，而且也达不到最佳的理想效果。而周静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是希望能利用这次高难度的手术去挽回声誉跟影响力，但在乔阳眼里，他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3个小时，完美！哇哦，3个小时完成，真的有必要吗？你刚遭那么大罪，现在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替别人作秀，太不值当了。周静雯没想到会被乔阳拆台，而陆子游却觉得这个女人十分有趣。可仅凭手术方案那3张纸，乔阳就否定了一个女人想要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勇气，这对于患者来讲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好啊，你这么了解他，你自己做啊，考我干嘛？我不是你的底线。江蓉曾经也有一个幸福家庭，1双儿女，除了丈夫，长期的家暴让她带着孩子拼命逃跑，可儿子却在途中头部意外受伤，就这么没了。虽然丈夫被判了几年，但带给她的伤害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失去孩子的痛苦简直生不如死。而网上负面的舆论都在说她才死了孩子就去整容没良心，可又有谁能懂她还有一个女儿，希望能带着她重新生活的决心。姚晨、贾静雯新剧简直就是临阵起手，骑行圈里认识的人都这么敢爱敢恨吗？配速不行啊你！今晚高低拉爆你！红为医生的2人不过夜间骑行救下女孩，没想到第2天居然就在医院遇见。女人犀利的发言引起了男人的兴趣，立刻发去挑逗语言。今晚听说吗？有什么？你干外科的体力这么差，你怎么卷别人？有意见。体力好不好一试便知，可正当男人兴奋地开着红酒，脱完衣物躺在床上做俯卧撑的时候，女人却穿好衣服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说要去加班。我衣服都脱完了，你给我说这个？那先走了。不是你这约好的手术还能取消吗？不是取消，只是推迟。该打通了。男人一脸的郁闷无处发泄，可女人却兴奋异常来到医院，因为今天是马面女孩成功手术摘下纱布的日子，能不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就看这一下了。看到跟之前判若2人的脸庞，乔阳脸上露出了欣慰且得意的神情。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出自他的手中吗？走了。啊？怎么了？不可爱了，不像金角大王了。马面女孩手术的成功让乔阳兴奋不已，而陆子游还在酒店里苦等着他的出现，发去短信问他还来吗？乔阳却说自己已经满足了，这是职业生涯的阶段性胜利，更是对于拯救他人身体人生的自豪满足感。姚晨这边风风火火，贾静雯那边也不甘示弱。周静雯戴上蕾丝眼罩刚准备睡觉，想要孩子的老公就拿出手机表示今天是排卵期。袁弘，你这样张歆艺知道吗？我知道，但我今天好累了，明天吧啊。
明天就不赶趟了呀。你老郑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回事？那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了？周静雯对于老公白天手术会议不帮自己说话有些生气。她跟李启都是创始人之一，持有相同的股份，但医院的大股东是唐总，而李启又是他的女友，所以秦归只能一碗水端平，不出声帮腔。现在革命我们都只是桌面，老唐他才是桌子腿。我们再怎么光鲜亮丽，桌子腿倒了，咱们全完。老唐是桌子腿，那李启不是啊？李启他能收了桌子腿啊？老公说的话也是事实，可周静雯就是不服气，在医院被只懂业务不懂医术的李启打压。骂我的时候眼睛睁得挺大的吧？我看你这会儿精神不错，抓紧时间。干嘛？那你想死呀？明天日子就不对了。老公已经钻进被窝想要开车，可周静雯的心里还是只有工作，说自己对江荣的手术没有信心。老公只是随便说了一句白天的乔阳看起来挺有本事，周静雯就立刻拿出手机说要大半夜联系对方。老公此刻兴趣全无，开启圣人模式。睡了？不然呢？行，睡了。贾静雯跟袁弘剧里夫妻的状态真实到就跟屏幕前的诸位一样，还笑，说的就是你。和那男的还没离婚呢，说不定监狱出来日子继续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江荣被家暴意外失去了儿子，幸好还有一个女儿苦苦支撑。为了重新生活，他选择利用医美来掩盖身上百十余道伤口。可舆论的压力还在持续发酵，甚至有人提着脏东西来到医院，直接撒到他的身上。臭不要脸的，儿子死了还整形，你气的是你们家孩子吗？这也成为了压垮江荣的最后一根稻草。江荣选择出院被周静雯知道后，他立刻赶到对方家里想要劝说对方，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江荣已经没在家中。江荣来到儿子平时最喜欢的篮球场，独自一人不断的投篮，就像之前陪儿子一样，一直持续到晚上，累到精神麻木的江荣仿佛看到前方是日思夜想的儿子在奔跑，潜意识里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公路上，但也许这样结束一切都会变好。而就在大车即将撞上江荣的一瞬间，乔阳出现将他给拉了回来。妈妈不会去找弟弟了吧？呸呸呸，别瞎说。谢谢妈妈，妈妈再也不错了，妈妈再也不这样。曾经分道扬镳的好闺蜜因被家暴女人再度携手合作，这一次她们是要为弱势女性群体发声。你要吃什么？还请客。乔阳没想到周静雯还是这么记仇，不过吃了她一顿998的火锅套餐就这么小气，想要找回来。而江荣因为被前夫打怕了，无论什么都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遇到任何事情都只会说对不起，而这完全是宣扬独立女性乔阳所不能忍的。对不起啊，乔医生，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谢谢谢谢，今天真的是帮了我大忙，让我今天真的，我跟你开玩笑的，不好意思。江荣表示，别人家的孩子听到爸爸回家都是开心的上前撒娇要抱抱，而他的女儿只会跪地求饶，大声哭喊爸爸，求求你别打。江荣觉得很对不起孩子，给了他们一个这么不幸福的家庭环境，也责怪自己当初是怎么瞎了眼会看上那个禽兽。知性善良的周静雯听到他的话好似感同身受，不停地劝他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而比较豪爽的乔阳则说着哭没什么用，然后拿出手机将一些正面评价他整容这件事情的网友消息念给他听。出事的菲菲是我篮球班的学生，我相信她妈妈是好人，因为有一次菲菲亲口对我说，我最爱妈妈，她一直保护我们，我也想保护她。江荣看着网友暖心的评价，泪流满面。未经他人苦，别劝他人善。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最终江荣还是决定跟周静雯回医院手术，他就是要活给那些恶意评价的人看看。而乔阳让他在手术前先要学会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把对不起这仨字儿给记了。那我该怎么说？要不然停下来做你自己。你说我们做女人的，是不是特别喜欢检讨自己啊？有什么可检讨的？做了从头再来就是了。乔阳的霸气宣言犹如一股暖流，直击周静雯以及江荣心底。只为自己而活才是真理。江荣主动打开车窗，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跟女儿幸福的生活就从消除身上的伤疤开始。那我们就先从手术开始吧。你这是同意了？乔阳同意跟周静雯一起手术，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公开她的身份。周静雯表示这也没什么损失，但你能不能从我的位置上起来？就这样，曾经的医美神话二人组再度同框进行手术探讨。两人都没想到时隔多年还能再一次进行合作，可临近手术的时候还是不忘了打一打嘴子。长了个倒计时，虚张声势，忘了以为我们锤胆专家了。对，炸弹在床底下，3个小时没做完，我们就投胃镜了。我你就别操心了，你别拖后腿就行。两人耍嘴皮子的功夫旗鼓相当，不知道在医术上能否一决高下。乔医生给我们带教的时候，一台手术我们全跪了，那手术快的简直了，就跟闪电一根本看都看不清。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千手观音，听见没有？千手观音。而最终乔阳跟周静雯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在3小时的最后1秒终于将整个手术完成，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堪称医美界教科书级别的一场外科整形手术。说3小时就3小时，牛啊！速度可以，这是肌操，你说的。你这肩就有点大，是你眼睛巨大吧？而就在两人相互调侃关系眼见就要缓和下来时，动完手术的乔阳却发现自己又一次被周静雯给利用了。在疤痕修复手术之后，是一场作秀般的隆胸手术，乔阳都快气炸了。妈妈说的没错，越漂亮的女人越坏。他现在人没事儿，算你狗命好。我要是告诉你，你会拒绝我？我当然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而且这也不是你能耍我的理由。你刚有看到他的胸吗？又干瘪又下垂。那个男的跟他说只能喂母乳，不能喝牛奶，他就硬生生的让2个孩子喝到了5岁。你觉得我忍心拒绝得了他吗？他有选择变美的权利啊。所以呢，有一对完美的胸就可以让他找到自我，重获新生了吗？他在为谁而美啊？周静雯认为自己尊重患者意愿隆胸没有错，而乔阳则认为更应该以患者生命安全为主。江荣，他在为谁而美啊？乔阳的话让周静雯哑口无言，而江荣在经过这次整形手术后，网上的负面评论也越来越多。周静雯感到十分奇怪，原本已经平息的舆论怎么又一次的突然集中爆发了出来？这事难道跟杜爷有关系啊？这明显是有人在带节奏。周静雯为了平息舆论，决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而另一边，原本就被明升暗降的乔阳，在被医院管理层得知私自进行飞刀手术后，直接也停掉了他动手术的权利。乔阳没想到一个公立医院竟然这么复杂，这让单纯只想动手术的他感到十分失望。在悄悄送走康复出院的马面女孩后，乔阳也下定了辞职的决心。看到乔阳辞职信的那一刻，主任慌了。本意只是想要给乔阳一个教训，磨练他行事乖张的性格，但没想到他直接选择釜底抽薪，撂挑子不干了。主任赶紧劝留，但早已下定决心的乔阳根本就不会听劝。大好前程，突然怎么就抽风了？您就当我真疯了。乔阳表示一辈子都会记得他对自己的关照，并感激。拥抱完主任后，就毫不留恋的转身洒脱离开。3院这块1亩3分地，他是真的待不下去了。可离开了编制和组织的庇护，出去闯一番天地，真的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吗？周静雯就江荣整形事件召开紧急发布会，面对网上的恶意炒作跟负评，他真的受够了，必须给予强烈的反击。不好意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很关心这则新闻，那你们知道江荣的老公，也就是伤害她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吗？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对他的品性、职业以及那个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了若指掌。现在在网络上关心真相人实在太少了，而这些照片就是我看到的事实。江荣被虐待受伤的照片触目惊心，而她对于丈夫每次施暴后都相信他会改的侥幸心理也确实愚昧，以至于造成了儿子意外死亡这种不可挽回的错误跟遗憾。她知道不管怎么做儿子都回不来了，她对不起儿子，曾经想过要下去陪他，但女儿的呼喊将她给拉回了现实，不能一错再错，必须勇敢面对未来的生活跟挑战。紧急公关十分成功，可李总又开始步步紧逼，在确定院长人选还剩最后5天的时间里，他已经开始着手科室合并，而周静雯在看到后也十分生气。这5天要是没有结果，这个牌子我自己来弄。那这个我们还弄吗？先复原吧，如果你来革命，条件随便你开。你说完了吗？姚晨新剧刚开播就拒绝了贾静雯年薪1000万的橄榄枝，两人虽然是曾经的好闺蜜，但却因为某些误会导致决裂。而就在周静雯被拒之门外时，她的电话也随之响起。以前的医美顾客为了在婚礼上变得更加漂亮，注射了大量的肉毒素，现在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而新郎已经在门外等了3个小时。你要去的婚礼是不是也在凯利斯基啊？我车坐不下。乔阳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拘一格，而为了医院名声，周静雯让下属陆子由开车带自己火速赶到酒店救场。可到了才知道，原来是新娘私自到小作坊打了走私便宜的粉毒，如果再不就医，还有可能危及生命。而一向以妻子美貌自豪的丈夫，如果见到她现在这副鬼样子，肯定会离婚。小林最烦的就是张荣脸，他总得意地说，我下属的钱都没有我老婆娘在里的好看。就一大胖小子吗？这大街上一抓一大把，你还愁嫁不了他呀？你的命重要还是他重要？新娘还不愿意去医院就医，两人就这么强行架着她上了救护车。而作为丈夫的新郎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不是为了妻子的安危，而是想看一看她的脸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看到面目全非的她，新郎直接不顾对方还在昏迷就逃之夭夭，然后还对着周静雯抱怨对方为了钱不择手段，没有良心。家世以前多好，又清纯又自然，我喜欢的就是他以前的样子。你说是多久以前啊？你该不会不知道他的眼睛鼻子都整过吧？我们上大学就在一起了，他以前什么样我比你清楚。你到底是嫌弃他整形，还是怕你朋友知道你会挂不住面子啊？
新郎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他接下来的话更加炸裂。我本来以为我们结婚有了儿子，继承了他的基因，肯定是个帅哥，为什么要去整容呢？明明喜欢他这张脸，却不能接受他被修饰过。你知不知道他为了这场婚礼差点连命都没了？你却在这边去想他为什么骗你？你有没有关心他？他会不会醒过来呢？为爱不顾性命的新娘醒过来，第一时间就是寻找自己的丈夫，可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牺牲只换来了对方无情的抛弃。那我老公呢？这个婚你结不结？自己考虑清楚。无独有偶，其实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的，而大多数的女人很多时候都没有自主意识，完全沉浸在取悦男人的误区里。比如这位，你每次要做的需求都不是你的需求，都是你男朋友的需求。他喜欢尖脸就削下颌骨，那下一任喜欢圆脸的啊，到时候你再来找我要回你的下颌骨，我可找不回原状。你理想的男性什么样？梁朝伟啊，你叫下一任男友的时候，你把他带过来，我给你整成梁朝伟。还有3天，要是周静雯再找不到合适的院长人选，那李启就有足够的理由将2个科室合并，继而削弱周静雯跟她老公在医院的权利。看着对方得意的表情，周静雯十分郁闷的来到天台，摸出好久不抽的烟，可一想到老公想要孩子的愿望，又默默的把烟放了回去。难道就这么认输了不成？时间来到对赌协议最后一天，李启已经开心的在准备人事任命发布会了。新一任的院长人选当然就是他支持的董主任。没有的事情啊，不要乱说。董院，哎呀，这真是。就在董主任准备变为董院长的时候，大反转来了。周静雯带着乔阳出现在了会场，这就证明乔阳已经答应到他这边来。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乔阳，乔医生。周主任跟我说，和睦有最高的工资、最强的硬件、最难的手术，所以我来。来到私立医院的好处就是他可以随意的选择想接或者不想接的手术，而且保证每天都能有各种高难度的手术做。但被压榨也是真压榨，必须把他的个人影响力发挥到极致才罢手。对于这些，乔阳见怪不怪。周静雯本以为挖来乔阳就能平息合并风波，但没想到乔阳才是任性妄为的活阎王。看到这么多需要拉双眼皮的客户，乔阳直接将不合适做手术的全部都踢了出去。这种把揣进口袋里的钱往外拿的，在私立医院还真是活久见。姚晨、贾静雯新剧不愧是双强超一线大女主爽剧。公立医院的医生来到私立医院到底能有多强势？一个小小的主任就可以将所有患者客户拒之门外。面对很多没必要进行割双眼皮的客户，乔阳直接将手术失败的恐怖案例放了出来。这些开眼开的够彻底，个个都是闭着眼交钱，瞪着眼出门的。乔阳不愧是整形界的一股清流，别的医院对于顾客巴不得你多做项目，而他却只做病人需要的手术，于是便将割眼皮手术的利弊都如实告知给了在座的各位。屏幕前明天就要去割双眼皮的美女们可以听一听。和内眦点的连线角度超过15度，这类情况做这个手术，改善的气质才会比较大。说能做的也是你们，不能做的也是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当猴耍？乔阳的做法很快就传到了李总的耳中，因为他是周静雯招进来的，所以他并没有出面干预，而是任由事态扩大，闹得越大，对于周静雯的打击就越大。坚决按照乔主任新标准执行。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去了，在医院盯着啊。周静雯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出面调解。周静雯不愧为八面玲珑之人，先是表示这个手术经过他跟乔主任沟通，并不是变美的最好方案，而是需要改进后再另行实验。愿意继续等待的可以全面7折，不愿意的可以立刻马上退款。还将人流以送礼物的方式引到了角落的会议室，将对医院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你对医学的见解我非常的尊重，但为什么非得要用这种表达方式呢？那这种审美需求是自发的还是灌输的吗？在我这里从来都没有想不想，只有该不该。乔阳表示，在几千年前的西施会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来一套割双眼皮或者打水光针的医美套餐？只有现在的人因为营销和宣传以及科技的发展才会有这种审美需求。周静雯却认为创造审美需求没什么问题。以前的西施没有做奔驰宝马的需求，那是不是小汽车就不应该被发明？时代在进步，科技就是为了要满足需求跟创造需求。下睑下至这种术式时隔已经20年了，它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你们民营医院为了卖项目，为了效益，没有我们民营医院在前面冲锋，你觉得这个行业会革新这么快吗？我不否认，但代价是求美者的远期并发症，这一点你也不能否认。周静雯本以为乔阳愿意来私立医院就能接受医美商业化的一切，现在看来他有些天真了。时间能磨平一切，但唯独乔阳却除外。第一天就闹成这样，还挺可笑的。我们需要时间再适应一下。我会努力适应，但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原来昨天乔阳之所以愿意加入，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而周静雯也无条件的答应了对方。别让我自己面子，接不接我自己判断，手术方案我自己来定。
他是年薪千万的顶尖整形医生，却因为一场简单的双眼皮手术而名誉扫地，只因有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徒弟。乔阳来到格木，让年轻医生魏小溪十分激动，一直将其视作职业偶像的他立刻就毛遂自荐成为徒弟。可每天10几台高强度的手术不说，乔阳一些专业的缝合技术他连看都看不懂。备受打击的他决定找到医院前台走后门帮他安排一场像样的手术，亲自练手。前台表示还剩一个女律师，但十分难缠，不仅要求极高，还喜欢杀价。魏小溪毫不介意，却不知即将捅出大篓子。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做了不下300台了。魏小溪为了拉到这笔业务，吹牛说自己做了不下300台手术，却不知道已经被女律师给录音留证。一旁的前台还帮腔说他是大名鼎鼎的乔阳守护，这让女律师原本多疑的性格也放心下来。女律师原本长得不错，能力也十分出众，但是实习过后还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打杂工作，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独立代理官司。而主任对他的能力毫不关心，只觉得他的长相并不怎么样，这才让他跑来切割双眼皮。而魏小溪的手术能力没有问题，却在处理细节上还欠缺火候。女律师手术后没多久，双眼就开始红肿发胀，担心毁容的女律师直接就是一封律师信飞到了格木乔阳的办公桌上，为自己代理律师费都省了。今天拆线，肿成这样怎么拆？没问题，亲爱的，我这是正常的术后反应，不是手术质量问题。女律师听到乔阳的话根本不相信，直接拿出当天的录音播放起来。魏小溪说他做过这类手术300多台，那就把每一台的手术记录拿出来看，如果没有，那就证明这是虚假宣传以及欺诈消费者。连乔阳都不敢说自己做了超过300台手术，魏小溪的假话大家都心知肚明。可现在既然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就不能否认来打自己的脸。可女律师又十分难缠，不管如何劝说都不愿意和解。证据采集非常充分，人家有备而来，这官司要是赢了，你这辈子都做不成医生。是，这是我第1台主刀的重建术，但是我做助手不下1000台了，模拟更是数不清。人生总有第一次，别人不给我机会，所以我自己争取了。你在3院不也自己争取手术机会吗？听到他的话，乔阳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让他离近一点，然后直接迅速伸手过去。魏小溪条件反射的躲避，一旁的周静雯还以为两人要打起来，可乔阳却接着说道：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不信任。夏青对你也一样。乔阳虽然对魏小溪十分严厉，但却还是承认他这个徒弟，于是大半夜在对方公司亲自等他回来。女律师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对方在跟踪自己，还说自己绝对不会庭外和解。你要是拆线拆完了，恢复期更慢，万一要拆不干净，你还得2次手术。你是在威胁我吗？没有，我也可以告你。确实啊，你应该告的人是我啊。乔阳将女律师带到医院，亲自为她拆线并且2次修复，还向其解释魏小溪的专业能力没有问题，这台手术做的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他撒谎说自己做过300台手术，但任何事情都有第一次，这是魏小溪的第1台手术，就像当初女律师也有自己的第1场官司一样，还将魏小溪这么多年的不容易都说给他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也总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开庭。最后在乔阳的劝说下，女律师也放弃了起诉魏小溪跟医院。魏小溪十分感谢地说着要送一送对方，可之前的矛盾让两人都十分尴尬。魏小溪还是率先表态对其诚恳道歉，女律师也冰释前嫌说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因为自己现在跟他差不多。我写过的律师函不比你上的手术要少，在同龄的男同事当中，他们大多数都能独当一面了，但是我还是在干一些杂活。上次我问我的老板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庭，他居然说我长得太一般了。最可怕的是，我真的信了。现实生活中，一些有能力但长相并不出众的女性比比皆是，可能力为重的职场依旧会对女性的颜值有要求，这也是目前现状。有些女性为了出人头地，选择锦上添花也无妨，可却忘记了原本初入社会时的那股单纯向上。说不定我也会成为您的第一个委托人呢。你确定吗？我专攻的可是刑法哟。姚晨贾静雯新剧本集迎来高燃时刻，乔阳跳槽私立医院便遇到杀人犯寻求整形改变面目，而周静雯则被刀疤脸跟踪要求免费手术。面对世俗的偏见以及法律的红线，两位大女主又该作何选择？这不是太倒霉了，碰到了个杀人犯。杀人犯悄悄整形，无良医院成帮凶。静雯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外卖小哥因长得太帅而成为网红达人，但每天的花痴女孩跟无聊跟拍却成了影响他送外卖速度的罪魁祸首。为了摒弃这些一夜成名的发财美梦，一心一意送外卖，他决定来到整形医院，想要把自己给整丑一点。乔阳当医生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把自己从帅整到丑。面对这些无厘头的要求，乔阳表示自己没有这种技术，而外卖员更是铁了心整天蹲守在门外，非要动手术不可。直到他将一则报纸新闻给乔阳看后，才改变了他的想法。另一边的周静雯来看望已故好友，可在他身后一面目狰狞男子已经跟踪许久。当他摘下口罩露出脸上蜈蚣一般的偌大刀疤时，他跟周静雯又会发生些什么？真是我，那时候还挺帅的。现在顶着这一道疤，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每次出门都被查身份证，工作丢了，对象跑了，钱花没了。男人因为身材魁梧、面目狰狞，再加上脸上的刀疤，时常被人以貌取人，当作坏人，无论做什么都难有持久。就连开个出租车乘客都是左上右下，根本没生意。在这个以貌取人的年代，他终于萌生了整容的想法。可之前被无良医生欺骗，已经败光了所有家底。如今找到周静雯，希望能先获后果，可却遭到了周静雯的拒绝。您商量一下，能不能先做手术？钱我欠着，但一旦挣了，我一定会还。很抱歉，你跟家人的情况不大一样，我们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就在男人十分失望的时候，周静雯又走了回来，说自己医院有新设备需要试用。当小白鼠完全免费，但可能有一些风险成分，如果他愿意的话，明天就来找自己。男人当下欣喜若狂，不断出声感谢。可就在周静雯帮男人手术的过程中，李启带人冲了进来，想要阻止手术进行。因为此刻医院门口聚集了大量的群众，在声讨杀人犯整形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可不管李启怎么劝说，周静雯都一意孤行，必须接着完成手术。谁是杀人犯啊？就你那个刀疤脸，他的脸是车祸造成的。他之前是开长途大巴，有一次开山路，正好被一个石头砸到脑袋。为了救乘客，他坚持操作，等到车停稳了，他才倒下来。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的。唐总拿出手机查看起了新闻，果然发现他说的是真的。可这个不是杀人犯，那还会有谁？是我那位患者，林强。原来是太帅的外卖小哥，当年因为跟社会小混混发生矛盾，失手将自己的表哥给捅死，从而坐了10年的牢。监狱里面没有镜子，可出狱后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这张跟表哥长得几乎一样的脸庞。林强无法忍受回忆痛苦的过往，于是便决定来整形换一张脸逃避过去。强已经为他的错误坐过牢，他现在的权利跟我们差不多。当他来到格木，他就是个患者，赶快安排出院。不行，科袜子那个你也别犟了，还有你，也别表达态度了。还得做2期手术。还有2期？朝阳表示1期手术只是基本操作，2期手术才是整形关键。如果不继续的话，砸了自己招牌，不说格木的招牌也一样被毁。而让乔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周静雯居然会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即便这样，他也不会忘记周静雯曾经害死自己表姐的事实。林强因为失手杀了人，坐了9年的牢，给自己错误买了单。你呢？要不是你，他根本就不会死。你他妈在这跟我扯什么无常？乔阳的话让周静雯再一次想起了当年如梦魇般的回忆，两人就这么不欢而散。可接下来医院的这位患者即将为2人带来堪称地狱级别难度的手术。工人戚大成8年前因为一次工业意外，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了鼻梁这个位置，造成他的鼻腔、口腔粉碎性的损毁。脸部一体式手术，这是戚大成唯一的希望。这种手术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进行的不过4次。姚晨贾静雯新剧最新一集简直精彩绝伦，2大女主联手完成全球仅40例的活体换脸手术，其过程之惊险，技术之精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男人在工地被一根钢筋砸中脸部，导致鼻梁骨整个口腔粉碎性骨折，虽然之后进行了4次面部重建，但效果都不理想。而最痛苦就是每日还要忍受伤口带来的痛症，简直生不如死。戚大成5年前就已经找到乔阳想要手术，但碍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以及手术能力有限，乔阳并没有冒险尝试。这次再请到自己的师傅楚教授出山，再加上这5年不断的练习尝试，终于到了手术的时刻。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术对捐赠者的年纪、肤色、面部的宽度、高度以及前方轮廓和骨骼吻合呢，都是要求极高的。也因此，我们的捐赠库呢始终没有合适的供体，配对成功的概率呢也只有50万分之一。换脸手术在全世界的成功案例也只有几十例，而有的死者家属即便签下了器官捐赠协议，可当得知亲人要被挖脸时，大多都会反悔。你说捐个心、捐个肾都是可以，把脸挖了，我接受不了。以后到了地底下，我都认不出我儿子了。死者家属的突然反悔，让已经开始进行的换脸手术只能暂时停止，而患者戚大成在捡单子时的意外晕倒，更是让整个手术充满未知数。供体不解决，怎么手术啊？先暂停吧。我知道都不甘心，可是戚大成突发的这个身体状况无法解释，盲目冒进，可能换来谁也无法弥补的遗憾。面对手术暂停，大家陆续重返各自工作岗位，乔阳原本坚定的决心也开始动摇。周静雯看到后走到乔阳身边，只说了一句：“你真的打算放弃吗？”乔阳就如梦初醒，立刻冲了出去。来了一体，谁也不许动，等我电话。乔阳，你干什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别撑恼了。谁能保证我们还有下一个捐献者？我们现在放弃的只是我们准备的这5年。那戚大成呢？他要被放弃的可能是他的一辈子呀。这3个小时之内，要是解决不了戚大成的问题，我放弃。请各位务必留住邓兰，
再给戚大成一次机会。乔阳帮助戚大成争取到了3个小时时间，而经过检查发现戚大成只是有一些轻微的运动过敏症状，这对于手术完全没有影响，剩下的就只需要解决家属同意捐赠的问题。可就在戚大成给儿子打视频的时候，死者的儿子意外走到了他的身边。你爸平时也陪你一起看动画片吗？看呀，但是爷爷说爸爸死了，以后可能看不了了。戚大成听到小男孩的父亲已经去世后，便将对方抱到腿上，跟儿子一起看动画片，还暖心的说爸爸只是跟哪吒一样是天上的神仙。死者父亲在看到孙子跟戚大成的这一幕后，也同意了捐赠。接下来供体脸部剥离跟戚大成脸部切割必须同时进行，剥离成功清洗完毕后，必须争分夺秒送到乔阳那边，多1秒钟就多1分成功的概率。而在4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上千根血管以及面部神经的对接，否则宫体无法存活。一旦任何一个地方出错，都将前功尽弃。你们也知道，面部血管只有火柴棍那么细，要在里面以最快的速度连接10几针，再加上2个人面部血管的口径大小都不一致，就像大水管要接上小水管，对技术是极大的考验。不好再想了。赶快止血。宫体经过冰冻，血管已经收缩到极致，而重新连接宫血后，血管又极度扩张，断面接不住就会渗血。面对如此巨大的出血量，必须立刻紧急输血。血压170，心率100，出血量400，尿量100，人血压。快，赶紧把血管夹住。不行。可如果将血管夹住，那就代表换脸手术前功尽弃，但任由血这么流下去，戚大成也有生命危险。那是共命还是共脸？掌握头保。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止血。经过大量的输血，染红的纱布触目惊心，血压报警一直没停过，终于在不断的尝试下止住了出血，人跟脸都保住了。之后再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缝合，这场超高难的换脸手术终于惊险完成。我在你眼里不是一直都是反派吗？那你可别死太早，要不剧情太无聊。哈哈，你放心，老子命硬得很。面对全球仅40例的活体换脸手术，2大女主用自己世间罕有的顶级专业技术完成了这堪称史诗级地狱难度的挑战。你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有多难吗？真的太不容易了，太爽了！我今天5年，我每次做练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做这台手术。戚大成换脸手术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乔阳跟周静雯那是兴奋不已，两人分则一盘散沙，合则天下无敌。陆子由知道今天也是乔阳的生日，特地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哇，一坨屎！什么一坨屎？生日蛋糕，许个愿吧。这对屎许愿能力。心诚则灵。说实话，乔阳对于陆子由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两人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肉体上的满足。但经过在一起工作这些日子，乔阳发现陆子由一个浪子却有独特的温柔跟细心。可就在两人感情即将升温的时候，乔阳发现了陆子由的电话响起，接通后里面居然传来了小孩的声音：爸爸，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乔阳震惊不已，没想到陆子由不光有他这个女朋友，还有其他的孩子跟老婆，没想到他居然是个渣男。等到陆子由回来的时候，乔阳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是只剩下他那被泡在酒杯里的手机。另一边，周静雯回到家中，也想跟老公分享自己成功的喜悦，可对方却拿出了当年他大学研究生被劝退的文件。周静雯知道这肯定是李启这个女人做的，她的目的就是为了离间他们夫妻二人，但秦归却表示自己对于他当初被劝退这件事不在意，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问题。结婚这么多年，他感觉自己一点都不了解对方。你有很多话都只跟我说了一半，包括乔阳的事情，包括楚老的事情。当然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质疑你，我也不相信这个就是真的。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啊。我是给同学打了针，那个同学还跳了楼，我还被开除了。还有更刺激的 ，OK 吗？回医院了。就这样一个发现自己居然当了第三者，一个被老公逼着说出了当年不为人知的秘密，两个女人就这么在医院碰上了。乔阳跟周静雯人手一罐啤酒，庆祝着今天手术的胜利，也试着化解当年的恩怨。欢迎加入40俱乐部，40快乐！哎呦，有必要把这个40重复这么多遍吗？40挺好的啊，有经验有阅历，最重要是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也可以拒绝自己不要的，多自由啊！是不是？敬你一个，来。周静雯表示自己一直都很羡慕乔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勇气，自己好不容易创建的格幕现在却是放在砧板上任人鱼肉。表面上大家叫她一声老板娘，但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而最近李启逼宫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如何应对招架也成了他急需解决的困难。老板娘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爽，每天累死累活的，看了病人还要管理医院，整个锅都是要我背，操不完的心啊！连李启都踩到我头上了。
他千万不要把我逼急了，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他翻脸。哦，你该不会是要黑化了吧？我在你眼里不是一直都是反派吗？哦，那你可别死太早，要不剧情太无聊。哈哈，你放心，老子命硬的很。哎呀，没劲。说你体力不行嘛，你我的。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穿着暴露？后悔那天晚上去泡吧呢？我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啊？你这样问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我来。夜店女孩因为长期泡吧被人骚扰，激烈反抗后却遭到对方泼硫酸报复，毁容的她只能每天戴着口罩度日。而姚晨贾静雯新剧里的医美大赛给了她重生的机会。我为什么要替你们做宣传？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不就是让别人来消费我，对我指指点点？看到女孩脸上面目狰狞的伤疤，本来还想劝说几句，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而夜店少女毁容整形对于整个大赛都是一个热点聚焦话题。为了劝说对方能参加比赛动手术，乔阳决定亲自出马。可刚要上前说话，就看到对方跟一男子争吵，还被扇了一巴掌。怎么小子打你？你敢动我？我打死你！你认真！乔阳见状，立刻拿出手机上前摄像取证。而女孩的父亲看到这么多人帮忙，接着说自己是他的父亲。老子教训女儿天经地义，打他的时候就是父亲，被网暴的时候就消失无影。看到所有人都帮着女儿说话，父亲只能威胁几句，悻悻离开。而之前还一直拒绝参加比赛做手术的女儿，当即就答应了下来。他不让我干的事，我偏要干。随后在面对大赛主持人有意刁难的话语，女孩被戳到了痛处，正要开口反击，却被乔阳将话筒给抢了过去。我自己的病人我自己医，什么时候轮到别人说三道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制造流量，吸引话题。当一个女孩遭受了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或者是穿得太少那在我看来呢，这是一种混蛋逻辑。尤其当这些话呢从一位女性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呢，是极其的让人失望的。没有人质疑加害者，而我们的受害者呢，至今还要坐在这个地方遭受他人的质疑，被社会的舆论反复鞭打，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换作是我呢，我现在恨不能一把火烧的这个演播厅。但即便我共情力再强，我也无法想象他在遭受灾难的那一刻的时候的绝望。乔阳霸气护犊子的话语在现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姐姐是真的什么都敢说。面对现场直播，那是叫一个直击痛点。女孩没想到乔阳会帮她说话到如此地步，这眼神都快要拉丝了。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了，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任，就是你自己。周静雯听到乔阳说完，立刻带头鼓掌，表示赞同对方的话。二人虽然在此次大赛是对手，可说到底也都是代表的格木医院。而乔阳犀利的语言更是引爆了全网热搜。可就在手术已经准备开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女孩的血管内膜增厚腔过于狭窄，如果继续手术大概率会出现拥堵。而乔阳一看就知道这是动脉硬化闭塞跟脉管炎，但他还这么年轻，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乔阳这才回忆起了当时女孩在化妆时的桌面放了一盒香烟，原来她隐瞒了自己的情况。可能隐瞒了些事，那我们怎么办？取消手术？手术为什么取消？恨我呢？李总，你给解释一下呗？你们耍我是吧？手术为什么取消？乔阳的徒弟跑来质问，他自己应该心知肚明。我骗你什么了？当时我们填资料的时候，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确认过，你不抽烟不喝酒，对吧？现在报告出来了，你的血管内膜增厚腔很窄，就是因为你抽烟，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做不了了。这不可能，我从来都不抽烟。女孩表示自己从来都不抽烟，但乔阳却说出了她随身携带烟盒的事情。女孩对于自己被乔阳怀疑十分失望，她立刻把所谓的烟盒给拿了出来，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居然是整盒阿司匹林。可惜，确认是我搞错了。你没错，我是问题少女嘛，你会这么想很正常。是我判断失误，我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原来好心从小就有偏头痛的毛病，紧张的时候经常犯，所以他随身携带阿司匹林。乔阳听完后很是愧疚，他将所有人都撵出去，单独和好心谈话。确认是我搞错了。你没错，我是问题少女嘛，你会这么想很正常。这一刻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具象化了。乔阳为自己的言行郑重地向好心道歉，并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恢复情况也很好。下班后周静雯并没有离开办公室，她想起白天乔阳跟她说母亲过来找她，回想起小时候母亲重男轻女，自己做什么都不对，而且也不同意自己念书，觉得女娃念书无用，每次回想起她都是自己的噩梦。情绪激动下摔坏了手机，但她还是找到了母亲所在的地方。母亲心里只有儿子，根本不记得她，每次见面都是为了儿子问她要钱，所以周静雯准备了一张10万的银行卡，想用这10万元彻底买断他们之间的亲情。2万，密码在背后。我当初离家的时候只拿500块，这样连本带息的还你。你跟周凯说，以后别来找我，
周静雯扔下银行卡就离开了，殊不知弟弟周凯就在母亲身边。出来后贪婪地看着那张银行卡。另一边手术大赛的主持人郭璇毫无下限，为了获取这次手术中更多的细节，主动到医院找魏小溪，因为他想从魏小溪嘴里套话。但是魏小溪很严谨，没有说太多。可郭璇作为主持人肯定有自己的沟通方式，还是让他从魏小溪的言语中得知刘淼的手术乔阳也参与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跟节目组承认刘淼那台手术出现了意外，估计就是想隐瞒到底。周静雯那台手术装置的视频准备好了吗？必须的，我都安排了剪辑机器，到时候视频放就拍这些，幕后花絮可能更精彩。乔阳和周静雯通过手术大赛，帮助2位女孩子恢复美貌。手术结束后，主持人在魏小溪口中套出周静雯的手术是在乔阳的协助下完成的。于是直到宣布第一轮胜负的时候，都在等待着周静雯能够说出来，而他也准备好了，如果周静雯不说，录制期间揭穿他的准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周静雯会在节目中大大方方的承认，是他和乔阳一起完成的手术。其实刘淼手术的当天出了一些状况，到最后是我跟乔主任一起完成的。台下观众听完后议论纷纷。周静雯见状，让助手陈医生拿出数据，表示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他本可以选择单人手术，但这样一来手术效果会大打折扣，并且削骨手术必须是2人同时手术，他为了患者考虑只能这么做。台下的专家们听完后也很客观，认为这场手术由周静雯主导，只有换骨的流程乔阳才会参加，大家一致支持周静雯的手术成果。随后2位手术患者上台，夜店女孩重拾信心，不再恐惧面对大众，学霸女孩悄悄坐在观众席中，这一次的她再也不会遭受别人异样的眼神。这就是整形的初衷。虽然女孩错过了大学开学典礼，但她的人生已经重新开启，以后会有更多的开学典礼等着她。不过让乔阳没有想到的是，第一轮比赛竟然是周静雯赢了。采访结束后，2人坐在演播厅久久没有离开。乔阳对周静雯很是佩服，为了革命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现在网络这么多的整形医生，求美者更不知道信任谁，甚至是这些医生的案例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技术是不是经过包装。我们好不容易参加这么专业的手术大赛，有这么棒的舞台，我当然是想尽办法让大家都可以看见，我总不能把这个话语权拱手让给那些骗子吧。道理都对。那你更应该做的是让那些对整形有好奇却缺乏正确认知的人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靠一个煽情的故事来博眼球。事后好心邀请乔阳参加展览，乔阳来了后看着这些衣服很震惊，好心解释到这些人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而这些衣服就是他们遭受侵害时穿的，并表示当初主办方找他的时候他是拒绝的。那件事之后他曾无数次后悔，如果那天他没有去夜店，没有玩那么晚，也没有穿这身衣服，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但现在他想通了，自己只不过是遭遇了不幸的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嘛，就是起起伏伏的。看来我的手术很成功，不仅治好了你的脸，还治好了你的心。很快第2轮比赛开始，这次需要医生对患者进行改头换脸的修复治疗，而在陆子游的帮助下，给乔阳带来了一个很罕见的案例。这种脂肪瘤增殖病例非常罕见，10万人中才会出现1例。另一边的周静雯根本拿不出相对难度的项目应对。就在他苦恼的时候，李启带着资料走过来了，他发现了格木的管理问题，现在只想一心帮周静雯赢得比赛，当上院长。可面对他的表态，周静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姚晨、贾静雯新剧里的职场文学简直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而作为2大女主对手戏的戴乐乐，在里面更是将女强人的心狠手辣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见到你第一眼就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些，哪怕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怀疑过。原来周静雯跟李启早在多年前就认识，而当时帮助死去乔慧打玻尿酸的人虽然是周静雯，但始作俑者却是当时没有医生执照的李启，翘舌金莲将周静雯给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瓶玻尿酸你给他们打，但是静雯，我一直都觉得咱俩是一路人。多年后2人虽成为合作伙伴，但当年的事情都默契的闭口不提，而周静雯也选择跟他尽量井水不犯河水。可没想到这次他居然会支持自己成为格木的院长，还想方设法的帮自己找好的手术题材，他这又是玩的什么商战谍戏？听李总的意思是要支持我当院长，那必须支持呀，只有你当上院长，咱们才能合作。而这次原本分配给乔阳的神经细胞纤维瘤手术就是最好的题材。这案例简直是为主题量身打造的。李启为了讨好周静雯，便来到接诊的孟主任这里。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精准拿捏人心人性的。李启走进来，先是看着电脑上的男乳症患者一番点评，说现在的这些孩子都有些叛逆，不想他们家孩子这么听话。孟主任便骄傲地拿过自己的全家福，说最近在为孩子上学读书的事情烦恼，想上师大附却没有关系。而李启等的就是你给我提要求。师大附那个招生主任叫于什么来着？你认识啊？上礼拜饭局还见来着呢。孟主任听到李启居然认识，那态度直接大转变。哎呦，怎么着？我打个招呼啊？会不会太麻烦了？你客气什么呀？我的工作就是替你们解忧的。哎，不管是生活上啊，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您就直接张嘴。孟主任嘴上说着麻烦，
实则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赶紧将自己的心爱小零食递了过去。李启的小嘴那是巴巴的说个不停。哎呀，李总，你简直是解决我大问题了。哎，您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先解决别人的问题，再提出自己的问题。成年人之间之谈交易哪来感情？李启帮孟主任解决了大难题，那就提出让他将神经纤维瘤的手术拿给周主任来做。看到孟主任为难的眼神，李启再次欲擒故纵了起来。我就提个建议啊，专业上的事儿还是您决定。那我联系这个于主任。哎呦，那真是拜托了。等价交换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而职场文学不过也就是简单粗暴的利益均衡对抗。当乔阳来找到孟主任要神经纤维瘤病人资料时，李启直接笑着说弄错了。嗨，这事儿啊可能弄卡了。什么事儿？孙晓这个案例啊是跟周主任合作的，跟你合作的那个案例是程大宝，一个男乳症的缩乳啊，是吧，孟主任？李启的赶鸭上架让孟主任根本不敢反驳，而孟主任在看到李启进来找他的时候，便第一时间拿起了儿子的照片说起了难处，又何尝不知道他有求于自己。乔阳看到这一切便明白了，肯定又是周静雯为了拿第一不择手段了起来，于是刚刚缓和的关系再一次降到冰点。乔主任，我发您那个回母校外采的方案，您看了吗？说谁的母校？你们俩的母校呀。周主任不同意，您圈圈。周主任为什么不同意啊？有母校怀旧不挺好的吗？回呗。就这么定了。怕什么呀？小飞，我俩掐架，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和好了，咱们还有节目没录的，有手术。姚晨贾静雯新剧里的误会终于解开了，原来当年乔慧死后，周静雯就因人举报被学校开除，他一直以为那个人就是乔阳，可直到两人重返学校拍摄比赛素材遇到乔慧的寝室同学时，才发现举报他的另有其人。都快毕业了，他突然开始整形，后来他鼻子整毁了，好多人都发现了。乔慧当年因为痴迷整形导致鼻子被毁，而一向高傲的他又怎么受得了学校里的风言风语，于是最终不堪重负精神异常而选择跳楼结束生命。乔阳这才回忆起事发当天自己本来在手术，因为刚实习技术不行被顾客大骂，心情不好，面对乔慧打来的倾诉电话跟信息都是敷衍或者不接，乔慧的情绪无从发泄，这才出了事。而当年这位同学因为得知乔慧是在周静雯的诊所整形后，便来到周静雯读研的学校举报，导致他被开除，而周静雯也误会举报他的人就是乔阳，两人阴差阳错的误会这么多年。我总觉得我要为他做点什么，就去你们院找了领导，后来那个人被开除了，我觉得那个人就是罪有应得。周静雯到现在也没有说出当年虽然是他帮乔慧打的玻尿酸，可主导策划的人是另有其人。周静雯现在对李启十分忌惮，只因他有着雄厚的资本关系跟职场能力。可以说格木虽然是他一手创建的，但要是没有李启的关系跟能力，也不可能做到如今这么大的规模。你为什么从来不否认啊？因为我希望那个去告发你的人是我。而从这段时间跟周静雯相处过后，乔阳也渐渐发现他还是当年那个有着良好品行跟底线的医生，他愿意相信当年乔慧的死跟周静雯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么快就聊完了，我还说拍点素材呢。小飞，我俩掐架，我们今天和好了。两人在乔慧的面前冰释前嫌，可格木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男乳症患者想要到医院做收胸手术，因为父母的反对再加上咨询的怂恿，男孩直接在网上贷款来准备整形手术。家长在得知后立刻带着他来到医院大闹，李启想要息事宁人把钱退了了事，可对方家长又怎么会愿意？引导消费本就不符合规定，再加上恶意劝说贷款整形，更是行业大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发酵起来，对于格木来讲完全是毁灭性的打击，别说4级牌照，就是想要经营下去都成问题。领导层准备严肃问责，而接待男乳症患者的咨询却矢口否认劝说对方贷款。张晴是李启的心腹，为了抱他，李启想大事化小，不停的打哈哈。这属于人家家庭内部矛盾，说我们引导客人贷款整形就是一乌龙，回去好好跟人沟通沟通。而这件事情已经触碰到了乔阳的底线，于是他便主动站出来说自己一定会查清楚。随后经过交流，乔阳也从患者那里得知了整个事件的真相，贷款就是张晴为了业绩违背职业规范劝说对方贷的款。随后乔阳立刻来找到李启，想要追究张晴的责任。李启眼见瞒不过去，就关上门，想让乔阳给自己一个面子。这事晴晴错了，他也认，晴晴是我的人，我现在就想保他。这个面子，乔主任，你能不能给？不能。乔阳光速的拒绝让李启感觉十分没面子，平时一直都笑嘻嘻的他这次也终于不装了。随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启就晚起了消失，并且是带着整个咨询团队。第二天一早，格木的大厅就挤满了来做手术的客人。李启这是想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出事了，运营和咨询今天一个人也没来，集体请假。李启带着整个咨询团队集体玩失踪，不过是为了敲山震虎。面对几十上百的客人，
没有咨询团队，光靠几个医生完全忙不过来。跟患者解释手术都要了老命，更别提有时间做手术，这效率直接降到最低。你少收这么一丢丢。亲爱的，你看你这身上可没纸可抽了。我都抽了给他，不浪费。觉得你身材还挺匀称的，是吧？真没什么必要。我觉得。而就在周静雯等人毫无办法的时候，李启又带着所有咨询及时回归，这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没有我在，你们什么都不是。别说手术，就连基本的运营都不可能。这之后，格木的格局彻底被打乱，咨询直接越过医生，开启了诊单，这简直就是离了个大谱。注射剂量、注射部位都写好了。Summer 超专业的，找你来了，是想跟你了解这件事儿。几年没见，胸有大了啊！他怎么不理人啊？同事，你眼没见儿，女朋友在那儿。什么女朋友啊？这么老？不会是他妈吧？他妈胸怪贫呐，难怪把儿子养成这样。男孩患有男乳症，男性的身体却拥有女性的胸部。上学的时候一直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这次更是不收敛。乔阳最是看不得这样的事情。原本他只是来快餐店买饭，没想到会遇到程大宝，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宁愿贷款也要做这个手术。听着这些人满嘴的污言秽语，实在忍不住的他直接拿起桌子上的饮料泼了上去，为大宝出气。怎料这一幕正好被跟着乔阳的节目组拍了下来。大宝的父母去医院大闹了一场后，格木已经把所有钱都退了，但他还是苦苦求助乔阳帮他继续手术。看着大宝的经历，乔阳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分开的时候，大宝感谢的对乔阳鞠了一躬，这一幕也被节目组的人拍了下来，但他们并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所以觉得很是疑惑。然而乔阳很快就察觉到节目组的人跟踪他，于是他上前敲开了车窗。你这跟踪技术也太 low 了吧，姐，聊两句呗。那乔医生，您对贷款整形是怎么看的呢？无论如何，贷款整形是绝对不能支持的，这是原则问题。乔阳主动承认了大宝贷款整容的事，但他也明确表明了格木不支持医美贷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可他完全高估了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某些人。这么好的素材，你就打算这么用？那璇姐觉得应该怎么剪？这还用我教你吗？主持人郭璇暗示下属拼接视频误导舆论，抹黑格木。这时李启找了过来，另一边医院内部咨询部的员工打着加班的名义来医院调取客户的资料，还有郊爱的聚会上都出现了李启的影子。这一切的一切，李启究竟想要干什么？李启这套组合拳，包括郭璇发的视频，都他策划好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按照他的计划结束。知道，我都知道。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不要每次都这样，每次公众上一出事，家里就先乱。我不想每次格木有什么事情，我一边要照顾公众，我一边要哄着你的情绪。原来乔阳因为医美贷款的事跟李启硬刚，李启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不仅带头罢工，甚至联合节目组的主持人郭璇恶意剪辑视频抹黑乔阳。原本问题的根本是贷款整形，现在却将所有舆论都引到乔阳身上。一位医生在得知患者贷款整容，还要帮他做手术的，在大众眼里这明显没有医德，没人会在意患者已经退款，也没人会在意乔阳是心疼患者才帮他做手术。人们只在意自己看到的，并不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此时的李启还在众人面前装模作样。我就不应该去看病，我哪知道这2天没来人有这么大一乱子，赖我，说我这侯爷早不犯晚不犯，偏偏这2天。周静雯心里门清，她知道这一切都是李启搞的鬼，看着他这副模样很是可笑。接着李启表示自己已经联系过郭璇，那边声称并不会撤掉视频，只要他们这边做一个道歉声明就行。而这就是李启的目的，利用媒体和舆论来打压乔阳的气焰。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甚至不惜开除当初为他做事的赵晴，并让大家认为赵晴就是做了乔阳的替罪羊，最终将医院的所有医务归在毫无存在感的董主任身上。这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原先竞选院长，周静雯、乔阳和董主任都参加了，然而周静雯和乔阳并不好控制，所以一向和李启交好的董主任就成了他推举的对象。这次贷款整容的事就是导火线，可乔阳也不是个吃亏的主，他直接当面戳穿了李启的真面目。程大宝那手术不能再做了。我说错什么了？这事儿众人也不是程大宝该不该做手术，而是该不该贷款整形吧？好，怎么开除情景就拉倒了？其他事儿就不追究了？乔主任，那您还想开除谁呀？程大宝的手术我会继续做，这破比赛我退出。乔阳退赛，这是郭璇意想不到的。他本想着恶意剪辑视频制造话题，现在人家直接退赛不参加，顿时傻眼了。而周静雯知道这些都是李启的阴谋，但还是下不了决心除掉这颗身住医院的蛀虫。现在格木的一切医务都由董主任主持，而董主任又以李启马首是瞻，整个格木自然成为了李启的天下。前台咨询为了拉业务，直接越过医生替患者制定治疗方案，诱导客户缴费直接手术，这让很多医生很是被动，完全无法反抗。这些搞咨询的更别在上人，直接拿着开好的单子来找我。他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我今天一点都没客气，我当着他的面就给客人撅回去。哼，现在不同以前了，以前周主任在的时候，咨询对咱们还挺尊重的。现在李总说了算，
咱们医生就成工具人了。乔阳退赛以后专心致志为大宝做手术，这一次他将主刀放心交给了徒弟魏小溪，自己甘愿当助手。大宝也很开心，他终于可以摆脱纠缠他23年的男乳症，不用再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另一边，周静雯也帮助那名患有象人症的高中老师切除肿瘤。象人症就是脂肪瘤，女性在孕期的时候雌性激素分泌过多，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这种症状也会遗传。在周静雯和孟主任的努力下，手术非常成功。周静雯也因为这个手术获得了全国第6的名次。正当李启准备利用这波名声宣传格幕时，谁也没想到周静雯选择退赛，因为他觉得这个第6很是可笑。想当年只要乔阳参加都是全国第1，而那名老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症状还是遗传到了女儿身上。女孩怀孕不敢告诉母亲，她知道自己已经遗传到了母亲的脂肪瘤，但还是选择留下肚子里的孩子。检查完之后，您是不是就要劝我终止人生了？我妈妈就是在怀我的时候发病的，那时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她就劝我不要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她选中了我，就像我选择了我妈。当妈妈的女儿，我很幸福，我也想有一个机会把这种幸福带给她。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姐，这是一条人命啊！我知道是人命，但我也不能撒谎呀。你就是在撒谎呀！你说什么呢？你是怕你出轨的事儿被人知道吧？原来郭璇所在的剧组爆炸着火，导致剧组很多人员受伤。因为格木离现场最近，所有伤员都转了过来，其中伤势最重的就是剧组的烟火师丁志克。可就在乔阳准备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却发现最棘手的问题是他是 Rh 阴性血，像这种稀有的血型一般的医院不会有库存，所以现在只能进行简单的清创，做胸腔壁式引流处理，暂时控制气胸。乔阳让魏小溪随时注意引流情况，他和周静雯紧接联系各家医院调血，可一番询问后才发现整个溶川的血库都没有这种种类的血型，无奈之下只能在网上征集，但眼下留给丁志克的只有8个小时的时间，可现在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都没有消息。李启害怕人死在他们医院影响不好，让乔阳安排丁志克进行转院治疗。现在转院了，面对的问题不还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让他去等死呀？那死咱这儿。原来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民警就过来调查了。与此同时，有关爆炸的原因也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丁志克是剧组的烟火师，再加上伤得最重，大家便将所有罪名都安在了他身上，认为就是他抽烟才导致的爆炸。很多伤员们没有了解事情真相，便开始攻击丁志克的女友桃子。不是他，他是管烟火的，他这个推不是他有哪个你告诉我？根本不是他，肯定是他，肯定是他。乔阳见状，赶紧让护士们带着病人回房间休息。而在网上征集献血后，本来有一个志愿者愿意坐飞机过来献血，可当他在网上得知自己献血的对象正是这起事故的始作俑者后，害怕被网暴的他根本没有上飞机，这让丁志克再一次陷入到了危险中。所以李启为了推卸责任，建议将丁志克转院。就在众人焦头烂额的时候，周静雯意外接收到了郭璇的信息。原本他不想理会这个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主持人，但眼下郭璇已经到了格木的后门，于是他只好赶过去看看情况。什么情况？什么都别问。就这样，周静雯将郭璇悄悄带回医院治疗。可当周静雯问起他原因的时，他却说这个伤口是摔的。作为医生的周静雯又怎会不知他在撒谎？这明显就能看出是个大型犬咬伤的。另一边的乔阳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他找到桃子询问。人家说丁志克是被冤枉的，你有证据吗？我没有，但有人能证明。谁啊？说啊！我不敢说，这人都快没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这人我认识。原来就在爆炸的半小时之前，郭璇曾来到片场与当红小生孟浩然约会。打电话的时候，孟浩然的狗不停地叫，而郭璇为了不让狗仔发现他们的恋情，便下车安抚，却不料狗就像发狂了一般扑到他身上撕咬了起来。正巧这一幕被出来抽烟的丁志克看见，他急忙用包将狗赶走，这才保住郭璇一命。可就在这时，一旁的电闸又着火了，丁志克只好拿着灭火器救火，没想到火还没灭，电箱就爆炸了。这一幕都被郭璇看在眼里，可面对人命关天的事，郭璇却为了不让自己和孟浩然的恋情被狗仔拍到，直接开车离开了。而桃子在和丁志克打电话的时候，他曾跟自己说过见到了郭璇，再加上桃子也听到了电话那头郭璇的叫喊声，所以他敢确定郭璇一定能够证明男友的清白。他将一切都告诉了乔阳，乔阳则带着他找到郭璇，希望他能够澄清这件事，只有这样丁志克才有救。但是他没想到郭璇竟然死不承认，没办法的桃子只好说出郭璇出轨孟浩然的事情。我警告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你让我去剧组帮小孟哥化妆，他微信置顶的动漫头像跟你的是一样的，你们是情侣，闭嘴，什么都别说了，早就在一起了。我让你闭嘴！你一受伤，小孟哥来的比方走都快。出去！我让你出去，滚！
刚说完，转身就看见郭璇的老公抱着花来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只是沉默着将手中的花重重地搁在沙发上。乔阳和周静雯见状，赶忙上前劝慰情绪激动的桃子，将她带了出去。他俩关系好吗？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没见过他。一般吧，我都跟了璇姐5、6年了，录节目、拍戏什么的，璇姐朋友圈都不发他，他也很少来现场。乔阳留意到郭璇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过自己的丈夫，由此推断出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或许并不融洽，甚至可能早已经分道扬镳。可眼下丁志克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郭璇却不愿意出面为丁志克澄清事实，无奈之下，乔阳和周静雯找到了孟浩然，希望他可以帮忙劝劝郭璇。可孟浩然知道郭璇的难处，只是自己发布了一条声明，希望可以帮到丁志克。凭借孟浩然的影响力，网上舆论风向开始转变，大家纷纷对丁志克表示同情。与此同时，另一位熊猫血的捐献者也表示愿意从外地赶来为他输血。可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出现转机的时候，丁志克的病情突然恶化。原来魏小溪在看护的过程中实在憋不住出去上厕所，让同事帮忙看护一下。没想到就这2分钟的时间，丁志克就出现了问题。乔阳二话不说将魏小溪大骂了一顿。现在情况紧急，再加上捐献者还没有赶过来，乔阳当机立断准备为丁志克做手术。于是他先是向父亲请教，父亲建议他可以采用自体血液循环保证手术供血，并利用人脉关系向其他医院借血液循环机。就在准备手术的时候，魏小溪还是想跟这台手术。跟什么手术？你跟谁干的？得到我第一时间给我送过来。魏小溪对此很是委屈，但也只能听从安排。可没想到手术过程中，患者出现了休克现象，急需输血。护士打顾小溪的电话也打不通，原来是送血的师傅不知道医院的位置，顾小溪只能自己过去接。可当将血送过去的时候，又遭到乔阳的一顿责骂。你干嘛去了你啊？爬都该爬到了呀！剩下的我来搞定，你赶紧取皮瓣。来，刀。这让顾小溪更加委屈。在乔阳和周静雯的努力下，手术成功，丁志克终于转危为安。另一边，郭璇看见孟浩然的声明后，内心纠结不已，但最终他鼓起勇气放下了偶像包袱，在网上坦然公布自己与方宇离婚的消息，决定不再让感情偷偷摸摸，勇敢迎接新的生活。同时，消防局也在网上发布声明，这场爆炸火灾是因为电路老化引起的，大家这才发现误会了丁志克。郭璇出于愧疚，在出院的时候帮丁志克付了医药费，这让桃子很是感谢。而魏小溪那边就不是很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让他心里很是委屈，为了丁志克他也是尽心尽力，没想到乔阳会这么说自己。陈医生知道他心里不开心，便来安慰，要不是你把血及时送到，别说你师傅了，华佗在世又怎么样？没用。你说这么多也没用。哎，格木就是我投的众多项目其中一个，我干这事就是为了我兄弟秦飞高兴，为了你高兴。我如果干不好他，我干黄了，我回去继承家产。你在格木能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我唐军离开了格木，你什么都不是。原来郭璇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告诉周静雯，李琦很在意贷款医美这件事，好几次来找自己想要把他压下去。周静雯得知就开始调查贷款整形的事，因为他知道程大宝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所以他找到了咨询师季杰。可季杰只是表示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过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就算是说了，档案室的资料也被李琦处理过了，根本查不出问题来。这时周静雯收到一条消息，得知一个叫张杰的客人也曾经贷款整形，于是他只是拜托季杰找出了之前的客户资料，接着找到乔阳和陆子游一起查看。现在这家医院也就只有他们俩会真心帮忙了。你想清楚，干这苦活累活，周扒皮可不给咱发加班费。唯一的好处就是咱俩良心不会痛。我的良心交给你了。哎，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不恶心啊？干活快点。另一边，李启回到公司上班后，把每个咨询师升为客户经理，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知道焦爱也向他们递给了橄榄枝，另一方面是为收买人心。他心里很明白，咨询师有人和医生的关系好，但现在能给他们好处的只有自己，而他的举动确实让季节动摇了。他回想起当初的自己什么都不会，是李启一点点教会了他，所以他决定不会再帮周静雯查贷款整形的事了。周静雯也发现了李启的变化，自从他回来后，咨询师的权限越来越大，甚至可以直接私下联系客户，跟客户讨论治疗方案。于是他找到李启，想要侧面了解一下情况，可李启并没有说实话。另一边，魏小溪也开始为自己打算，他开始偷偷积攒客户资源，给客户做项目，私下加联系方式。面对乔阳，也不再像之前一样毕恭毕敬。乔阳还以为是他和陈医生吵架了，不高兴。是跟陈明杰吵架了，还是对我有意见？魏小溪见状，终于将这几天积攒的委屈发泄了出来。你是个天才，所以你不用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我也很崇拜你，但你一直都看不上我。你越有本事，跟着你的人就越辛苦。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不想跟着你了。我是有天赋，但不代表着我可以不努力。魏小溪，你是个有天分的医生，但你杂念太多。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医生？选择权在你。
随着焦爱的开启，格木的生意一路下滑。焦爱的院长杜俊还不停地挖人，李启就是其中一个。可李启留在格木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还有就是男友唐军，所以面对杜俊开出来的条件，他并没有心动。而杜俊也知道，仅靠自己的一些话肯定不会让李启动摇，于是他拿出了杀手锏，是一段唐军和别人说话的视频，一看就是偷拍的。视频里唐军对李启非常不尊重，而且觉得他一心搞事业，其实自己很不喜欢。找女人还是要找那种有喜好的，比如喜欢包的，这样才会拿捏住对方。李启看见后傻眼了，而这一幕也被乔阳的前夫季雪峰看见，他察觉到不对劲，便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乔阳。与此同时，陆子由在面诊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曾经贷款做项目的客人田丰，当时是前院长杜俊接待的，但是资料库没有这位客人的资料，沟通之后才知道，因为他是贷款做项目。陆子由立即收集了证据去找乔阳，正好这时唐军找陆子由处理火疖子，乔阳顺便将李启见杜俊的事告诉了他。唐军得知后很是生气，处理完火疖子后找来了紧急会议，会议上陆子由带来了田丰，当着大家的面提供了当年贷款做项目的证据。李启见事情败露，开始装模作样，太恶劣，在我眼皮子底下，在格木会出这样的事。但唐军根本不信，觉得只凭张琴肯定不敢这么做，背后肯定有人允许，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会后李启追了过来，两人又因为见杜俊的事吵了起来。唐军希望李启能够认清楚是谁给了他可以翻身的机会。李启见状，直接拿出了唐军在饭桌上说自己的视频。你在格木能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我唐军离开了格木，你什么都不是，还拍视频，别理，没脑子，就不知道我不信。杜俊开出的优厚条件都没有让李启动摇跳槽，而唐军气急之下说的狠话，却让李启伤心之下选择了焦爱。随着他的离开，咨询部瞬间塌了半边天，咨询师们集体跟着辞职，以前李启负责的客户也纷纷跟随而去。这一变动如巨石入水，在格木激起了千层浪，整个格木一下子陷入混乱。周静雯找到乔阳，埋怨他行事太过鲁莽，不和他商量就把这件事捅到了唐军那里。可乔阳却一脸淡定，觉得自己要是不这么做，这次的贷款医美就会像上次程大宝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在他看来，李启的离开虽然给医院带来了暂时的混乱，但是他坚信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肯定能渡过难关。可现在李启的离开确实给格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仅仅是员工的流逝，甚至一些优质的客户都跟着李启一起去了焦爱。格木的未来究竟会在这场决策的余波中走向何方？是陷入更深的困境，还是能凭借团队的力量力挽狂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周静雯召开了紧急会议，先是让所有的医生助理从事运营的相关工作，接着提拔正准备离职的季节做咨询主管，还许下3个月考察期后升为运营总监的承诺。季节被这份信任打动，决定留下。他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和耐心，成功安抚住新来的客人。而乔阳也没闲着，又开始怂恿楚教授做起了直播，试图为格木开辟新的业务路径。相比较格木的混乱，焦爱那边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启转投焦爱，杜俊满心欢喜，不仅为他打造了宽敞漂亮的办公室，还让他尽情享受。而李启则把自己带来的员工一一展示。李总就是李总，雷厉风行啊。不过当然是有点太狠了呀，老秦跟我也是10多年的交情，试探我对格木的感情要比你深，但是工作啊就是工作。另一边，周静雯来到直播间观看楚教授的直播情况，见他表现专业又自然，心里踏实不少。为不打扰他，乔阳和周静雯轻手轻脚带上门出来，两人一起往昔严肃刻板的导师，如今竟摇身一变成了网红老头，不禁相视而笑。真是万万没想到，当年医学院的第一暴君，如今蜕变成了网瘾老头。亲爱的宝宝们，还真是啊，这反差也太大了。可这时乔阳想起李启临走时那讳莫如深的暗示，当年周静雯退学以后是怎么东山再起的？你有没有想过？于是他假装随意问起周静雯当年被退学后东山再起的资金来源。周静雯听见后神色一愣，并没有正面回应。当下格木面临新挑战，来的客人大多是医美小白，为普及相关知识，乔阳要求每位医生每日录制10条科普小视频。魏小溪为此忙得晕头转向，录制的头晕眼花。陈医生知道他一直想离职，便过来安慰他，请他去看电影放松。他害怕魏小溪离开格木，要是他离开了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另一边，李启又开出了优厚条件，约见董主任，极力劝说他跳槽到焦爱。皮肤科主任兼联合院长，收入比在格木翻一个跟头。你要是不怕再上一次当，你就信我。